我估计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啊，其实哑铃的侧平举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合理的中枢训练动作。为什么呢？那可能大部分人想到的第一个原因啊，就是张力啊，在底端张力不够，就是下边是张力比较小。那其实第二个原因啊，其实是与什么有关？哑铃侧平举啊，当你达到最高点的时候，阻力才达到一个最大化。但是啊，根据肌肉的主动长度张力关系，三角肌中枢缩到最短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力量是最小的。大家想一下，达到一个最高点的时候，你的中枢本身的力量是最小的，但是阻力却是最大的。大家觉得合不合理？那肯定它的阻力的相对关系啊，它是不合理的。所以说我们可以怎么做啊？我们可以利用绳索这种可变阻力啊，去实现这种更合理的一个中枢的一个训练。好，我教大家具体怎么做。那我先问一下大家，大家觉得这个位置开始做绳索侧平举合不合理？答案是非常不合理。大家看一下啊，当我大臂达到体侧的时候，我的大臂和绳索接近一个90度，说明这个时候阻力最大化。但是在这个点启动的时候啊，0到30度启动的时候，主要是我的冈上肌作为主要的外展启动肌，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冈上肌的压力会非常大，你的三角肌中枢其实受力很少。所以说我们如何去设置这个绳索和身体的一个相对的一个角度啊，这个是非常关键的。那可能很多人会想，是不是当我们的绳索外展到大约45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大臂和绳索垂直，这个时候是一个最理想的？其实不是的啊。那0到30度，这个时候冈上肌作为主要的外展启动肌，那30度之后才是三角肌中枢作为主导啊。所以说三角肌中枢力量最大的时候是收缩到30度到90度中间这个角度的时候，三角肌中枢力量最大化，往后力量会衰减。所以说我们这个角度如何设置？大家要记住，就是当你去做外展到60度的时候，也就是30到90度之间这个角度，这个时候绳索和大臂垂直啊，到这个时候你的肌力最大化，也阻力相对也最大化，这个时候是非常合理的。那随着外展角度超过60度，这个时候阻力减小，你的肌力也减小，所以说会适应我们身体本身的一个肌肉的主动长力张力关系。所以说是外展60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绳索和大臂垂直啊，我们的肌力最大化，并且阻力最大化。那随着外展的增加超过60度之后，我们的阻力减小啊，并且肌力也减小啊。这个时候整个的阻力变化曲线，你会感觉收缩很充分，并且你肩关节很舒服啊。这是一个最合理的一个我们绳索侧平举的一个角度设置。当然啊，如果你有像我们铁岭这样一样的可变阻力的侧平举啊，你就不用那么费事了，直接用器械做就可以了。